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成功大学电机系李孙玉，那欢迎大家来观赏我们这个摩克斯的课程。那在这个摩克斯里面，我们主要想要跟大家介绍癫痫的检测，还有这个刺激所需要的晶片系统。那我们就会针对这个系统所需要的这些我们为什么做这件事情的动机，还有整个系统的方块，另外就是会介绍这个转殖基因的这些实验，那还有就是详细的电路设计，还有最后有一些实验的方法还有提供给各位一个最后的一些结论，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做这个研究的相关的这个经验，还有一些结果。那最后也会给大家一个讨论，让大家看到我们所做的一些结果那也提供给大家一些参考。那首先呢，就是说在全世界基本上有非常多的这个癫痫的病患，那尤其是发生在小朋友，还有这个年轻的族群里面。那就是说，在这个全世界里面，大概也有50个 mini 的这样的一个病人那他需要接受治疗。那当然过去都是会用药物，先用药物的治疗。不过因为人对药物会有一些抗药性，所以最终都要回归回来用电击，那要采用物理治疗的方式来处理。那所以就是说我们在实验室其实有提出一个概念，就是说那治疗能不能用电击器来处理，那可以免去吃药的这个副作用。那过去我们做过心率的调整器，也做过了膀胱刺激器。那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只要来跟大家分享脑部的这个癫痫的刺激。那这是一个深层的一个刺激的系统，所以需要非常前瞻的电路设计的技巧。那我们就一一来跟大家做介绍。首先呢，这个整个系统的方块，那就是说我们希望把这个植入的这个晶片能够植入到老鼠的身上，那去对老鼠的这个脑波进行监控。那假设有癫痫发作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进行做辨识，那透过我们的这个刺激器来做电击的动作，所以这些讯号也可以传到我们的这个伺服器上面比如说手机或者电脑上面，那随时来做监控。另外呢，在里面我们特别要介绍的就是除了电刺激以外呢，还有一个光刺激系统。那这个刺激系统主要就是用转殖基因老鼠，那它对这个光是有反应。那我们透过光的刺激希望也能够这个进行神经的调控。所以呢，这整个方块的话，大概可以分成4个部分。一个上面的话呢是一个无线传输的部分，那在我们的左下角的话呢是讯号的截取，主要是进行脑波讯号的截取。那在这个右下角的部分的话呢，除了数位讯号处理以外，我们也提供了一些人工智慧的辨识方法，能够及时了解这个癫痫的发作，那做刺激。那在刺激的部分的话，上面的话我们提供了2个刺激器一个是电刺激器，一个是光刺激器。那光的部分的话，主要是用蓝色的雷射光来做这个刺激的提出刺激的功能。那其实我们人身上也有这个细胞是对光有反应的，比如说很典型的就是我们的眼睛，那对这个红光、绿光还有蓝光，我们叫 RGB 这个3原色的光是有反应的。那基本上在我们这个实验里面，那我们主要是用 CHR2 这样一个蓝光来做刺激，而且来了解这个刺激器对癫痫的这个治疗它的效果到底是怎么样子。好，那我们有针对这样的一些想法在老鼠的细胞上面去做一些分析。那结果其实可以发现，就是说我们用光刺激用 CHR2 来做的时候呢，基本上这个它的这个癫
电流是从这个细胞外跑到细胞膜内。那当我们用电刺激的时候呢，发现这个电流是从细胞内跑到细胞外。那因为能量从细胞内跑到细胞外的话，事实上会造成这个细胞的这个损失。好，所以呢，从我们的这个实验当中，其实我们发现用电刺激的话是基本上对这个细胞是会有一些伤害的。所以在我们这个细胞的这一些分析当中呢，那我们进一步拿这个老鼠的脑细胞来分析说这个用电刺激，还有这个光刺激，还有基本上有癫痫的情况这个3个的造成细胞损害的情况是怎么样？比如说我们在 MOOC 这一个的话呢，就是说我都不做任何电击，那不过它会发生这个癫痫的现象。好，那在发生癫痫的时候，我们有进行这个光刺激，还有电刺激。好，那我们比较这个光刺激跟癫痫发作的时候，事实上你会发现癫痫发作它的黑点其实是比较多的。好，所以可以知道说，这个细胞的损伤是比较严重。那我们再来比较，就是电刺激这一块的话，发现它的细胞的死亡是更多的。好，所以虽然说电刺激是对神经是有一些疗效不过它基本上也有一点这个小小的副作用，那会造成我们细胞的这个损失。所以呢，我们比较这个光刺激跟电刺激的话呢，基本上发现说，光刺激它基本上它的对细胞的伤害是比较小，所以呢，我们可以透过光电这样的一个同时的治疗，那我们在猜测，我们也想要研究这个对癫痫的这样的一个病患是不是有更好的疗效。所以呢，我们就针对这样的概念开始去开发所需要的基体电路。那首先呢，在讯号的检测当中，我们必须要先了解说，这个讯号是正常还是有癫痫的发作所以在传统上面的话呢，因为脑波的讯号非常微小，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前置放大器，甚至我们需要一个 chopper 的技术，把讯号先调到高频，避免去跟电路本身的低频杂讯去做混合，那造成讯号没办法辨识出来。所以呢，在前面的话呢，会有一个 chopper， 还有一个前置放大器。那处理完了这个讯号以后，基本上也要把这讯号再把它调变下来，那再送到滤波器，还有类比数位转换器。那不过就是说，你会发现这个方块其实还蛮多的，所以呢，所需要的功率消耗非常大，所以我们希望说，能不能简化这个电路的设计，那我整个功率消耗可以非常小，因为你把晶片植入到身体里面，我们都希望说它使用的这个时效能够非常长，避免这个需要随时或者常常去开刀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呢，我们把讯号调变上去的时候，用一个简单的一个前置放大器，那直接就送到类比数位转换器。那这个类比数位转换器是一个高取样的一个类比数位转换器，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技巧的话呢，我可以免去滤波器的设计，那减少复杂度，减少面积，也减少功率消耗。所以呢，比较这2个方块的话，事实上你会发现所提出的这个感测的方块在下面，会发现说整个电路的复杂度其实上事实上是少了很多。好，那在这个讯号感测的部分的话，那我们可以从图上看到就是我们的脑波的讯号通常是非常的低频，那我们必须要透过这个 chopper 的技术，那把频率升到高频，避免去跟我们电路本身的低频杂讯去做结合，那造成讯号没办法辨识跟分离。好，那经过我们这个放大器以后呢，其实我们就会看到放大器的频率是用绿色的，是在我们很低频的地方。那我们真正的脑波是已经被我们载到高频，那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些讯号送到类比数位转换器去做处理。那我们的类比数位转换器可以专注在高频的讯号上面处理，所以这个类比数位转换器其实就是一个 high pass 的一个 sigma delta modulator。那所以呢，整个直接这样做处理的话呢，就非常的有效率。
那它的整个实现的方式的话呢，首先在这个图上的左下角就是用4个开关来执行 chopper 的这个技术它很像无线通讯里面的调频系统，那可以把我们的低频讯号把它载到高频上面去。那透过插动的差异放大器，我们叫difference differential amplifier。那两端作为我们的插动的输入，那另外2端来提供回收系统，来产生我们所需要的增益的放大。那其中我们可以用虚拟的电阻，我们叫pseudo resistance， 来产生一个直流的偏压，而且产生一个低频的这样一个 cutoff frequency 的动作，那让我们脑波的讯号可以通过去，可以把直流的成分把它滤掉。那另外呢，透过三角积分调变器的架构，那每一个架构都是一个积分器。那在这里特别我们是用微分器来实现，来完成一个高通的一个三角积分调变器。那目前是采用3阶的方式来实现。那这里面呢所需要的这个电路的话呢，基本上也可以用交换电容的电路来实现。那透过2边的回收，一个有开关 CH 另外一个希望没有开关的方式来产生一个微分器，那完成整个高通的三角积分调变器。好，那又透过前置放大器跟三角积分调变器，我们就可以把类比的讯号转成数位讯号，那提供给后面的讯号处理器来处理。所以这边的话呢，基本上就是一个脑波的一个检测技术。那所需要的基底电路，我们把它简化，可以达到低功耗。那我们在这边的话呢，这个单元就先到这里。那么后续第2个单元就会来跟大家介绍后面的人工智慧那癫痫的侦测到底是如何去制作。谢谢大家。